这天，皮特跟狐朋狗友们又泡在大鸟转转酒吧里，忽然看到新闻台播报一条重要新闻：啤酒大王将获奖券藏在4瓶随机发售的啤酒里，中奖者将获得一辈子免费喝啤酒的权利，并被邀请到啤酒大王的酿酒厂里参观。作为资深老酒鬼，皮特一听就心动了，朋友们纷纷出言嘲笑，因为据他们所知，皮特这老倒霉蛋从出生到现在还没中过奖呢。另一边，路易斯在家里教小孩弹钢琴，可惜学生实在太差劲，令他心灰意冷。眼看钢琴比赛即将开始，路易斯只想让自己的学生夺冠，摆脱万年老二的诅咒，好在嘚瑟姐面前扬眉吐气一回。这时，皮特醉醺醺的回到家里，外面喝不够，还打包回家里继续炫。为了赢得奖券，整个元哈镇的小酒鬼、老酒鬼都疯了，直往死里喝。路易斯很不理解这些家伙的脑回路。皮特告诉他，对他们而言，啤酒大王的酿酒厂就是耶路撒冷，是一定要去朝拜的圣地。他才不是为了终身免费喝啤酒的。皮特喝了1个通宵，结果发现退休警察找到了第1个奖券。没过多久，新闻报道最后1个奖券也被一位匿名者找到了。皮特听完顿时心态崩了，只觉得人生都失去了意义，天空变成了灰暗的颜色。他祈求啤酒之力显灵，让中奖者出门被车撞吧。这时酒友们告诉他，最后1个奖券的事是新闻台男主持人捏造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弃，他好有机可乘。为表歉意，男主持人当场表演起了放蜈蚣吃自己的脑子。皮特决定炫1瓶啤酒压压惊，喝完发现自己竟然中奖券了，感谢万能的啤酒之神。皮特当即飞奔回家，要给啤酒大神多烧1炷香。不久，4名幸运儿就聚集在啤酒大王的酿酒厂门口。啤酒大王一出场就惊死个人，安排了一场美式情景喜剧。啤酒大王手下有一群蓝精灵，他们既不聪明也不可爱，喜欢唱落井下石冷嘲热讽的歌。退休警察因为双腿的残疾，他们狠狠羞辱了一番后扔出了大门。退休警察那身拖得长长的去你娘飘荡在风里。与此同时，路易斯还在劳心劳神的教小孩弹钢琴。他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偶遇了嘚瑟姐，又被狠狠的嘲讽了一番。路易斯满心愤恨，发誓不夺得冠军绝不罢休。饺子实在受不了那个小孩乱弹，趁路易斯上厕所的时候将男孩痛扁了一顿。另一边，皮特在天堂般的酿酒厂里流连忘返。他们泛舟游于啤酒池中，天上下着缠绵的啤酒雨。皮特和小布还偷喝了一杯永不跑气的新型啤酒，结果当即飘飘欲仙，朝着穹顶飞升而去。皮特瞧着脑袋上方的铁壁，心里就咯噔一声，当即和小布说起了遗言。他说自己有一个秘密隐忍已久，希望小布能够见谅。小布拍着胸口打包票，说咱俩的关系谁跟谁啊？皮特说那好吧，随即打了一个又响又臭的屁。不料这1个屁崩出来，他整个人竟然往下沉了一点。皮特和小布见状大喜，古有前列腺刹车，今有屁驱动迫降。两人降落后被啤酒大王逮了个正着。啤酒大王勃然大怒，他最讨厌别人不经允许乱弄他的东西了，当即就将这1人1狗赶了出去。另一边，为了赢得钢琴比赛，路易斯已经魔怔了，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学生，就把梅根绑在钢琴前。梅根就天天不应，就地地不灵，只能被路易斯的魔爪任意摆布。心情郁闷的皮特在家大喝特喝，醉醺醺的对路易斯说，弹个钢琴有何难，看我扶琴不是演奏一曲让你开开眼。路易斯本以为这是老公的醉话，没想到旋律一起来，当场把他听傻了。就冲这水平，简直是当代小贝多芬啊！路易斯解开梅根的镣铐，把皮特拴在钢琴前，逼着他弹了1个通宵。第2天早上，皮特忽然变回了小学生的弹琴水平。路易斯大惑不解，心说没道理会这样啊！皮特敲着因宿醉而胀痛的脑袋，痛苦不堪。小布送来1杯解醉酒，皮特一饮而尽后，弹钢琴又有谱了。路易斯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老公是个弹醉琴的天才。他头一次主动逼皮特喝酒，只为了赢得钢琴比赛的冠军，在嘚瑟姐面前出一口陈年怨气。老公的健康他所欲也，金闪闪的奖杯他亦所欲也。最后去他妈的，一切都重新吧，反正外面到处都是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人。以后他抱着奖杯再忏悔。这段时间，皮特的酒友们都羡慕惨了，直呼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。最后，皮特如路易斯所愿，获得了奖杯，将嘚瑟姐狠狠踩在脚下。但他却觉得没想象中那么畅快，一想到皮特那本就满是肥油的脑子里少了许多脑细胞，就心疼不已。皮特呵呵一笑，脑细胞是啥？不存在的。皮特一家人正在电视机前看皮特一家。路易斯忽然带来了一个噩耗，他们又要家庭大扫除了。皮特和孩子们默契无比的发出了悲鸣，所有临时想出的借口都被路易斯识破。这群懒狗只好不情不愿的开始干活。皮特负责清洗屋子外面，他想到了一个省事儿的办法，直接用路边的消防水栓冲。可惜大力没有出奇迹，反而差点把家给拆了。路易斯像母狮子一样发出咆哮，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退休警察正好要带着儿子去野营，皮特便拉上克瑞斯凑热闹。大家问倭瓜男要不要去，倭瓜男邪魅一笑，这个周末他只搭1个帐篷，懂的都懂。在空气清新的森林里，退休警察的儿子挖好了茅坑，小黑的儿子搭好了篝火，都不负有用的好儿子之称。唯独克瑞斯子承父业，在废物的路上越走越远。大家都去钓鱼，克瑞斯却游手好闲干活。朋友们
提醒皮特，这种放养的教育方式不行，会把孩子养废的。皮特于是叫克瑞斯去看守帐篷。另一边，饺子撕了小布的珍藏书籍，玩过家家。小布气得扑上去要咬他，却被路易斯一句“他还只是个孩子”给打发了。路易斯给饺子安排了体检，饺子满心想的都是检查后奖励的棒棒糖，却漏掉了检查中最可怕的一关。望着慢慢逼近的针头，饺子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。与此同时，皮特一伙人钓到日落都一无所获，灰溜溜的往营地赶。这小警察安慰大家说，幸好他们带了食物，以防万一。结果回去一瞧，发现营地被洗劫一空。克瑞斯迫不及待地用手绘的连环画解释了情况，说来了一帮调皮捣蛋的小浣熊，抢走了食物，想让守营地的人挨骂。众人虽然气愤，却又觉得克瑞斯的表现都在意料之中。皮特为此很没面子，心里恨铁不成钢，回家就抑郁了。贤惠的路易斯立即察觉出老公有心事。皮特说他一直在教克瑞斯成为男子汉，可克瑞斯一次又一次令他失望。他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的教育水平，或者说克瑞斯真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。路易斯安慰老公说，不要心急，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，不如让克瑞斯去做兼职吧，工作会让一个人慢慢成长的。皮特一听大喜，直说夫人此计甚妙。镜头一转，小布因为饺子习书事件一直闷闷不乐，路易斯就给他送了一堆老公看的垃圾小说。小布看到什么笑话的贴身高手，都市之最强兵王就想吐。饺子这会儿有点发烧，路易斯急忙给他找针打。饺子一听要打针，就吓得蔫了。小布趁机报复他，说路易斯之所以给他打针，其实是为了用药物改造。说一半就够了，剩下的饺子自己都能脑补出一部长篇小说。另一边，皮特带着朋友们去打高尔夫，特意向他们炫耀正在当球童的克瑞斯，他的傻大儿正式成为有用的好儿子了。高尔夫球场的老板也很喜欢这个胖小子，因为顾客都迷上了用球打他，为此流连忘返，让球场的生意好到爆炸。这时，小黑的儿子小黑展示出了过人的高尔夫天赋，皮特看得惊了，问小黑为何不培养他儿子打比赛。小黑叹气说，小黑有多动症，没办法专注于一件事太长时间。皮特趁机嘲讽小黑这个老爸当得不够格，吹牛说小黑在自己手中长大了一定是全世界最牛的高尔夫球员。小黑一怒之下跟皮特打起了这个赌，从此以后皮特的所有注意力都在小黑身上。默默挨着球打的克瑞斯好不容易赚来了人生第一桶金，却得不到老爸的赞扬，别说夸奖了，皮特现在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俨然已经将小黑当成新儿子了。波瓜男得知了克瑞斯的苦恼后，拉着他去学习如何享受生活，泡路边的辣妹，打保龄球，练习全垒打，在沙滩上享受比基尼派对，在脱衣舞酒吧里，波瓜男忙着打情骂俏，克瑞斯却跟舞娘谈起了家庭问题。舞娘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让他再给老爸一次机会。另一边，皮特拉着小黑去参加高尔夫球赛，眼看只剩最后一杆就要夺冠时，小黑却忽然玩心大起，把高尔夫球当成足球踢，改制又当小梅西。面对朋友们无情的嘲笑，皮特寂寞的挥杆到日落。克瑞斯不知何时也冒出来，陪着老爸挥杆，父子之情就在一杆又一杆打碎汽车放到路人的死亡之球中重燃。